林婉儿的这个问题让叶晨顿时惊为天人。仔细想想，林婉儿说的极有道理。如果这真是一个筹划了20多年的庞大计划，那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把这个计划的关键点寄希望于一个并不靠谱的男人。萧长坤有多不靠谱，相信没有人比叶晨更有体会。虽说他是自己的老丈人，但是自己可以说一句非常负责任的话。如果把一件大事成败的关键寄托在他身上的话，那这件事大概率是要流产的。于是他便立刻拿起手机，又给自己的老丈人萧长坤打了过去。此时的萧长坤正躺在汤臣一品自己的房间里玩着手机。自打韩美琴与贺元江走到一起之后，他的生活便已经失去了乐趣，再加上家里还有一个让他望而生厌的马兰，所以他打发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玩手机，哪也不去。忽然接到叶晨的电话，让他多少有些惊讶，毕竟这段时间叶晨说是一直在外给客户看风水，已经有几天没回过家，也没跟他有过什么联系了。于是他便接通电话，好奇地问道：好女婿，你这大晚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叶晨连忙道：爸，我这几天人在外地，一时半会儿可能也回不去，所以打电话问一下你跟妈在家过得怎么样。萧长坤悻悻地说道：还能怎么样，我跟他没啥共同语言，就谁也不搭理谁的过呗。叶晨笑了笑，故作好奇地说道：对了爸，你还记得之前吉庆堂那个周良运吗？周良运，萧长坤诧异地说道：我记得啊，你怎么忽然问起他来了？叶晨道：我现在的客户对古玩也挺感兴趣的，所以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吉庆堂，没想到他也认识那个周良运，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萧长坤有些不爽地嘟囔道：我就是在吉庆堂认识的他，那段时间我对古董字画也比较感兴趣，总想着能在古玩街上捡点漏，所以没事就爱往吉庆堂跑，到那里看的东西也算长见识。这个周良运刚到吉庆堂做经理的时候，对我倒是非常客气，我去吉庆堂每次都是他主动接待，而且还主动加我微信，整天张口闭口萧先生长，萧先生短，要多谄媚有多谄媚。结果没想到这个王八蛋翻脸比翻书还快，我那次就是不小心打碎了那个玉壶春瓶，他竟然打了我一耳光，还让他那些手下把我揍了一顿，真他妈的翻脸不认人。叶晨见他主动提到了玉壶春瓶的事情，于是便顺着他的话往下问道：对了吧，那天玉壶春瓶的事儿我还一直没问清楚，当时你在贵宾室里看东西，怎么就那么不小心把那个玉壶春瓶给摔了？我看你平时生活中也不是那种毛手毛脚的人啊。萧长坤悻悻道：我当然不毛手毛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经济情况，家里的钱都是马兰把着，我平时能拿出18000的就已经烧高香了，所以无论看什么古董，我都特别小心谨慎，生怕给人家摔了碰了，或者是被人讹上。说到这里，萧长坤郁闷不已地说道：那天那个玉壶春瓶也是邪了门了，这边刚上手，它就像是抹了油一样，直接从我手里滑下去，啪叽一下就掉地上了，说不定就是那姓周的在上面抹了油，故意碰死我。叶晨纳闷道：爸，那个玉壶春瓶摔碎了之后，是我用鸡蛋清修复的，我记得它好像没抹油啊，而且我记得它的表面并不是非常光滑，因为那是糖带的器物，所以它的釉面比较粗糙，拿在手中是有一定磨砂感的，这种东西阻尼比较强，怎么会从手里滑落呢？这个萧长坤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叶晨便引导他道：爸，那件事情已经圆满解决过了，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咱们就是话赶话聊到这里了，
我心里比较好奇而已。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了。萧长坤心里一想，叶晨说的也是，当时虽然是我闯了大祸，而且还挨了巴掌，但好在叶晨当场就把这件事情圆满解决了。他修复的玉壶春瓶，就连宋婉婷都交口称赞，还说价值得到了很大提升，我也没必要当成个负担。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道，好女婿，不是爸不想跟你说实话，我当时是怕跟你说实话你也不信，反而觉得我是在瞎扯淡。叶晨一听这话，便知道这其中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隐情，于是便连忙说道，哎呀爸，咱俩就是闲聊嘛，就算你告诉我那瓶子是自己从你手里跳下去的，我也信。我擦！萧长坤在电话那头一拍大腿，脱口道，我跟你说叶晨，你还真别不信，当时的情况跟你刚才说的大差不差。那个傻逼瓶子就像是有人在里面装了震动马达一样，我他妈刚把它端起来，它就忽然在我手里震了一下，就那一下，直接把我2只手都震得发麻，然后就没拿住，啪叽摔那儿了。说到这，萧长坤又道，我当时就跟那个周良运说了，我说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像是抽风了一样，可是周良运非说我是故意胡搅蛮缠，所以才编出了那么不靠谱的借口。我一看这事，我百口莫辩啊，然后就想着赶紧跑路，让你帮我顶一下。话音刚落，萧长坤又连忙给自己辩解道，好女婿，你千万别误会，当时我可不是想让你帮我背黑锅，我是想让你先帮我在那边顶一下，我赶紧想办法找钱来把你赎出来，没想到你那么有本事，直接把那个玉壶春瓶给修好了。叶晨没把他的解释当回事，而是好奇地问，爸，你说那玉壶春瓶在你手里忽然震动起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是周良运亲手把这玉壶春瓶递到你手里的吗？不是，萧长坤道，当时的情况是，那个姓周的王八蛋直接打开了装着玉壶春瓶的包装箱，然后还给了我一副白手套，让我自己把瓶子拿出来品鉴。我当时也没多想，就伸手把它捧出来了。我把它拿出来，正想拍张照留着发个朋友圈，没想到它在我手里忽然一震，直接摔了。说着，萧长坤骂骂咧咧地说道，现在想起来，我总觉得这10有8九就是那个姓周的给我埋的坑，说不定那瓶子震动也是他搞的鬼。叶晨暂时压住心中惊讶，笑着对萧长坤说道，行了吧，都过去那么久了，咱们也没什么损失，就别总是心里过不去了。说着他又道，对了爸，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就先不跟你说了。萧长坤忙问，好女婿，你啥时候回来？你不在家我都快无聊死了。叶晨道，应该快了，就这2天吧。好，萧长坤道，等你回来，咱爷俩找个地方撸串喝啤酒去。行。叶晨答应下来，便在电话中与萧长坤告了别。挂了电话，他问面前的林婉儿，林小姐，你怎么看？林婉儿道，我觉得公子的岳父应该没有说谎，而且他说的这些也刚好吻合了我的猜测。说着，林婉儿又道，奴家觉得公子的父亲很可能20多年前就已经在为公子得到九玄天经做准备了。通过公子岳父的说法，也可以看得出来，玉壶春瓶是自己碎裂的，很可能他说的震动就源自九玄天经本身，所以奴家推测，并不是谁得到了玉壶春瓶，谁就能得到九玄天经，而是这个人要符合九玄天经的要求，达到开启九玄天经的资格，九玄天经才会主动现身。公子当时刚好潜龙脱困，达到了开启九玄天经的要求，所以当公子的岳父在吉庆堂贵宾室将那玉壶春瓶取出来的时候，里面的九玄天经感应到公子，
所以才会从公子岳父的手中挣脱，为公子得到他，做好最后的铺垫。叶晨感叹：你说的有道理，就像你给我的那枚戒指，在我最初刚靠近你的时候，它就会在我口袋里莫名震动，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它震动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当我岳父说到玉壶春瓶在他手里震动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林婉儿不禁感叹：如此说来，公子能有今日一切，绝非运气使然，皆是命中注定。叶晨道：也不能算是命中注定吧，毕竟现在看来，很可能都是我父亲为我铺就的道路。林婉儿摇头道：您父亲为您所做的一切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您得到九玄天经的唯一原因。可能这个世界上能触发九玄天经的，有且只有公子一人。就算没有您父亲的安排，公子也一定会在某个时间段与那个玉壶春瓶意外邂逅。说着，林婉儿感慨道：若是能找到这个周良运，当面问问他，就再好不过了。叶晨笃定地说道：一定要找到他，我打算近期就先去一趟美国，找到这家古董店。林婉儿提醒道：公子去美国之前，要不要跟唐管家好好聊一聊？他是公子的父亲为公子安排的，周良运也是一样，所以他们说不定认识。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